作为人，我们都有趋利避害的目的，那万物都有这样的目的吗？趋利避害的本质和变化又是什么呢？这篇不到万字的对话故事，一开始的场景是一位砍柴的樵夫挑着一担干柴路过河边，他赶路累了，便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歇息，顺便与这位垂钓的老者打招呼寒暄。于是两人之间便展开了这样的一场对话。樵夫问渔夫：“在这里能不能钓着鱼呀？”渔夫漫不经心地回答道：“能。”然后继续安心钓鱼。樵夫又问：“那要是不放鱼饵，还能不能钓到鱼？”渔夫说：“不能。”这一问题听起来确实无聊，相信如果是我们在听到这样的提问时，大多人都会说上一句：“这不废话吗？如果没有鱼饵，鱼怎么会上钩呢？”这时渔夫又说：“可见钓到鱼不是因为鱼钩，而是因为鱼饵。鱼才会被钓到，从而受到伤害而被人吃掉，人却因为钓到鱼获得利益，所以人和鱼都是追求利益的。但是为什么钓鱼这个同样的事情，鱼和人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呢？这段对话其实是邵雍借渔夫之口，用这样极其无聊的问答方式，提出了一个很少会有人思考的问题。鱼钩对鱼来说是很危险的，是有伤害的。鱼饵是食物，对鱼是有利的。鱼为了吃到鱼饵，主动去咬鱼钩，结果被渔夫钓了上来，反而丢了性命。但是渔夫却因此获得了利益好处。同样都是鱼饵，对于鱼和人有着截然相反的作用和结果。面对同样的事情，鱼和人有着不同的作用和结果的这个问题，接下来我们看渔夫是怎么说的。子乔者也，欲无义志，安得亲吾之事乎？然亦可以为子饰言之。彼之利，忧此之利也；彼之害，亦忧此之害也。子知其小，谓之其大。欲之利时，吾亦利乎时也；与之害时，吾亦害乎时也。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，你砍柴的不是干我这一行的，怎么会知道我钓鱼没有危险，不会受到伤害呢？你只站在人的角度去看鱼，你知道鱼的感受吗？对于鱼来说，不吃食物就会被饿死，吃了鱼饵可能会被钓走，但是被钓到是有概率的，没有食物吃，被饿死却是必然的，所以鱼必须要去吃。人不也是一样的吗？钓不到鱼就要挨饿，钓到鱼才能有鱼吃，这不也是概率的问题吗？你只看到了鱼会因为追求食物而受到伤害，而没有看到鱼因为没有食物而受到了伤害。你只看到了我钓鱼获得了利益，却没有看到我在钓鱼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的伤害。在江河边钓鱼是有可能会掉到河里边被淹死的呀。鱼是为了鱼饵，人是为了钱财，世间的利害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人和鱼又分什么彼此呢？你呀，只知道体，而不知道什么是用。有时候钓到大鱼，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把大鱼拖拽上来的，但是我又舍不得放弃，费了老大劲才把大鱼给弄上岸，可是自己差点掉进河里面淹死。所以贪心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，哪怕多一点点，也会让自己受到伤害。渔夫又说，其实名和利、名和实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。贪婪的人过分追求利益，不惜以身犯险，危险也就产生了。过分追求名利，实在的东西也就丧失了。官员收回时得到的财物，定罪时就会变成赃款赃物，此时的赞誉，彼时就会变成诋毁。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，只是利害不同而已。官场是争名的地方，市场是聚利的地方。如果能以不争的心态待在这些地方，就算是一日升迁9次，卖东西获利100倍，也不会产生伤害。如果利害在心中，就算是父子之间也会疏远成路人，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义气是谦让之本，利益是争端之源。谦让产生仁慈，争端产生伤害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多么的大呀！接下来樵夫又会说什么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